旁观，微笑后的谎，谁在掩盖破绽？爱恨都不甘，当回忆不停向我哭喊，当理想被现实而宣判，就算情感试图掐住手腕，面对贪婪，我绝不心软。哦，自尊擦亮命运的双手，遗憾眼神写上我看似狂妄。哦哦，奉陪到底，谁都不放，愤怒狂燃世间的丧钟敲响，看那希望在远处绽放。哦哦，我让泪都风干。若真相真的可以用线索来推算，男人心的善恶应该用什么衡量？若结局它最后不过是一个虚幻，我一定会奋战。赵学明，你还是人吗？你为什么要害死他？钟正把女儿托付给你，你却保护不了她，让她横死街头。你现在的心情我很了解。你现在跟他同流合污？我已经不是正常人了，我不想毁了你的人生。我记得密码，我要把它发给蓝天。你干什么？老大都开口了，你要怎么办呢？如果不是他死，就是我死啊！你冷静一下。老大不知道 Jelly 在这里吧？我没告诉他。那如果你告诉他你已经杀了 Jelly， 他应该不会想到这里来吧？桂祥，太早了吧？昨天我在这里等了一整天，都没见你们回来，打电话也打不通，我差点就报警了。宣北，你在房间吗？他昨天搬走了。搬走？他搬去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不信的话，你就进来看喽。我觉得 Jelly 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才决定离开的。你给他一点时间吧。师傅姐，哎，桂祥，宣北有没有来过这里？没有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，我担心他一个人照顾不了自己。那你们打电话给他啊？我打过了，可是他手机一直没开。这几天他有没有联络过你，或是向你提起他要去哪里啊？你们取消注册之后，我一直有打电话关心他的，可是他没听我电话，就回了我一则简讯，说他没事。凯莉啊，学美有没有跟你们联络啊？没有啊。哎，他会不会是回家乡了？你们打电话给他父母？我打过了，伯母说他之前有打电话回去，说要回家，可是后来就没有消息了，他们也在担心他。是不是学美打来啊？他说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叫我不用担心。那他没事就好。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一直发简讯给你，直到你回复为止。
燕琪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我今天约了同事吃饭，你先回去吧。可是我打算今晚煮你爱吃的玛莎拉 chicken。今天真的不可以。那明天呢？明天我煮给你吃。不用麻烦了，你跟陈宇去吃就好了。好吧，拜。拜。哎，燕琪，我知道你今天值班。你知道为什么事吗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只是想请你喝杯东西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我有点累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请你喝东西了，不会连这样都要拒绝我吧？你不是说要待多一阵子吗？怎么突然间回去了？我已经没有留下来的意义了。对不起。不关你的事。一直以来都是我单方面喜欢你嘛，没想到却造成你的困扰，还影响了你跟诗诗的关系。我和诗诗没什么啦。其实，他想撮合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你能够走出之前的感情创伤。可能这么做让你觉得不舒服，但是我看得出，他是真心为你好，希望你跟诗诗的友情能够继续下去。我也希望。这段日子，你为我花的心思跟做的事情，我非常感激。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，要步入另外一段感情。我又没有损失啊，反而多了一位这么好的朋友。来，祝你早日遇到能够带给你幸福的人。谢谢。你约我出来，有什么事？我有事情要告诉你。我们掌握了一些线索，怀疑你舅舅有份参与21年前的诈骗案，间接害死你爸爸。我们也怀疑，他也有可能是杀死胡世坚还有周国荣的幕后黑手。你早就知道了，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帮他？怀疑就代表你没有实质的证据。我不能因为你一个推论，一句有可能，就跟我舅舅反目成仇。你在他身边这段时间，没有任何发现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他早就进监狱了。你真的是故意潜伏在他身边，收集证据？我已经离开警队了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蓝天曾经告诉过我，你说过，你和他是站在同一阵线，所以我有理由怀疑。你想太多了。你是几时发现你舅舅牵涉诈骗案？你到底是想查我舅舅，还是查我？我虽然在调查你舅舅，但如果我发现你牵涉在内，我会依然办理。我相信你会。你曾经是一名正义的警察，我相信那份信念还在。你救了我儿子，就证明这一切。你认错人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说一声谢谢。不过，
希望下次再见不会是在监狱。怎么了？整个晚上都不说话，有心事啊？没有啊。我觉得燕琪最近好像在避开我哎，我约她出去吃饭，她不是说她没空，就是找借口拒绝我。啊，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刚才在想这东西，你说什么？你真的没事？没事。是不是不舒服啦？我真的没事。工作压力太大是吗？你到底在干嘛？我问你问题，你一直摇头。你是不是跟燕琪串通好，故意什么都不跟我说的？你说到哪里去了？自从你在你舅舅那里工作后，整个人都变得神神秘秘的，好像有很多烦恼一样。我问你发生什么事，你又不说，你这个样子我会很担心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因为我真的没有问题。你要我说什么呢？你别胡思乱想好不好？我只是在关心你。男女朋友之间不是应该分享快乐、分担痛苦的吗？除非你没有把我当成是你的女朋友。我只是觉得，情侣间见面不一定要常常说话，说个没完没了，偶尔静一静，享受当下也很好啊。况且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，还是得靠我自己去解决，你也帮不了我。所以你现在是觉得我很烦，我很吵是吗？我不想跟你吵 ，OK， 是我的错 ，I'm sorry，OK？Hello， 赵全。好，我晚上回来。不吵你了。请问现代人下班之后为什么喜欢到酒吧喝酒呢？压力啊，下班后喝一杯可以帮助放松心情，只要没有喝醉酒闹事，应该是没有问题吧？谢谢你接受采访。不客气。结束了，轮到我们喝一杯了。不了，我们得回去处理别的事情，先收拾东西先。嗯。哎，我看到我一个朋友，我先走了。好吧，我们明天见。拜拜。陈宇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来陪我去喝2杯酒啊！你怎么喝得那么醉？喝酒，要不就是开心的喝，要不就是伤心的喝。你猜？你猜？你应该是第2种吧？真的好聪明啊！哼，走，我们去喝酒。不要喝了，你车停哪里？我送你回家。我不用你送，我自己会。我送你吧。桂祥，哎，这么迟了还没回啊？你呢？这么迟了还在这里工作啊？德信跟朋友去露营，回到家也是对着4面墙，倒不如留在这里把工作完成。还是没有学妹的消息啊？我每天都发简讯给她，可是她就是不肯回复。除了等还是等啊。假如，我是说，假如他就这样消失了，
你会怎么做啊？不管他去到哪里，我都会把他找出来。除非他亲口跟我说他对我没有感觉了，不然其他的理由我是不会接受的。如果程宇可以像你这样就好，他只会嫌我烦。你们吵架了？他真的很过分，我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想要去关心他，问他发生什么事，他却不要跟我说，还摆出一副很勉强跟我出去的样子。可能他不想让你担心，所以没有告诉你呢。不知道啊，反正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不要管他了，免得他又说我多管闲事。你笑什么啊？笑你还有说气话的资格咯。我就算生闷气，也没有人回应。对不起，你心情那么糟，我还跟你说那么多。至少你们还能吵架，想见到对方随时都可以见。这种福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要好好珍惜。如果你真的在乎他，就去找他好好谈谈，不要等到失去了再来后悔。Yes, sir. 程宇，到家了。我先下车了。昨晚的事，对不起。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我以为随着时间的过去，我就可以慢慢放下你。直到昨天晚上，我才发现，我一直在自欺欺人，还伤害了你和诗诗。是我不好，我忽略了你的感受，没有注意到你的心情。再加上昨天晚上喝醉了，一时冲动，所以以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会整理好自己的心情，不会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了。你和诗诗解释了吗？我今天早上想跟他谈的时候，发现他的东西已经搬走了。打电话给他，他也不接。他现在一定很难过。你赶快去跟他解释好不好？
不如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两个的性格都不合，早点分开，对我们彼此都比较好。你是在开玩笑的吧？我是认真的。自从跟你在一起以后，才发现，其实我还是喜欢燕琪。你不是说你早就对他没有感觉了吗？我是在骗你的。由始至终，我都没办法放下他。所以这段日子，你一直把我当成是代替品，现在玩你了，是吗？诗诗，感情是不能勉强的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更好的。燕琪是无辜的，我希望你不要怪她。你无端端跑去台湾干什么？你在搞什么鬼呀？我不是发了简讯给你，说我已经找到保险箱的钥匙了吗？那保险箱开了吗？钥匙是对的，可是没有正确的密码打不开。对了，红系的案件查到怎么样了？交警的报告出来了，证实是一场意外。意外？怎么可能是意外呢？红熙明明是被赵水伟害死的。他们查了赵货车上的摄像机，证实红熙自己跑去马路上才会被撞倒的，这根本跟赵水伟没有关系。不可能的，一定是赵水伟。像红熙的图谋不轨，红熙才会跑过马路，才会发生意外。总之，红熙不会无端都被车撞死的，你明白吗？雷米，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我来数东西。老板，你好。你好。最近这一区出现了几起破门行窃案，我们是来提醒你们注意的。最好检查一下店的门锁，还有确保警铃系统操作正常。小姐，请你检查这戒指是不是你的？
这枚戒指怎么跟选美的求婚戒指一模一样？其实这是 Jelly 的戒指，她离开我家前说不要了，留下来的。我本来想把它还给你，可是最近手头出现一点问题，所以就拿来当了。选美，她真的说不要了。Jelly 说看到它，只会让她心里更加难过。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把戒指当掉，所以我前2天中了马票，一有钱就立刻把它赎回。我本来想去找你，把戒指还给你的，但现在居然碰到了，就省了我多走一趟。物归原主。我先走了。吃饭了。你什么时候要放我走？快了，快了。选美，你跟着我。选美，你没事吧？为什么要绑架选美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，都是那个臭男人跟一个老大借了一屁股的债，为了顶债，那老大要我们看着 Jelly， 不让他跟那个魏蓝天说出密码，还叫阿松把他给杀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别生气 ，Jelly 怎么说也是我好姐妹，我怎么可能会忍下心？所以你绑架选美，然后告诉对方你已经把选美给杀了。Jelly， 你没事吗？走啊，走啊！学妹，学妹，学妹，你不能有事啊！学妹，钟真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却没有做到。现在连红熙我都保护不了，我真的很失败。不过你放心，不管付出多少代价，我一定能找到赵修伟的矩阵，将他绳之以法。喂，桂香，什么事啊？桂香，是。学妹怎么样了？医生说她的伤口很深，失血过多，暂时还没有脱离危险期。怎么会这样的？对了，桂香，刚才你在电话里说，学美她记得保险箱密码是吗？学美应该是想起了密码，才会被他们禁锢的，而且还差点被杀人灭口。一定是赵学伟派人干的。他们竟然连学美都不放过。对了，囚禁他的那些人在哪里？我要亲口问他们关于保险箱的事。
当时我忙着救选美，被他们逃脱了。赵水伟为了要掩饰自己的罪行，到底还要牺牲多少人？桂江，你要好好的看着雪梅。你找我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？这么多年来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。不管我在做什么事情，就好像有人在暗中盯着我看。最近我精心策划的多层行销计划，又被警方盯上了。还有之前的信用卡、餐馆、网络洗黑钱计划，平均不到1个月都会被 CAD 扫荡。你有什么看法？警方的办事能力那么高，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。我想接下来我们应该更加谨慎一点。不是警方的办事能力高，我怀疑集团里有内奸。这件事就由你负责去查吧。好，我一定会把内奸找出来。这项新投资的计划跨越新马两地的案子，你帮我看一下有什么漏洞，没有的话，我会找人家去执行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喂，妈，你找我什么事？到底怎么了？妈，你那里很吵，可不可以大声一点？你为什么要跟谁分手？要不是因为我重要事情，我不知道你们分手了。你们有没有看见我手机啊？我手机不见了。我们一起帮你找。这是你的电话吧？谢谢你。你在哪里找到的？在后面找到的。妈，我待会再打给你。不是警方的办事能力高，我怀疑集团有内奸。这件事就由你负责去查吧。
有新发现，我给 PT 看过照片，证实5年前去泰国找胡世坚的年轻人就是陈宇。我也查过了他的出境记录，证实那段时间他的确是在泰国。看来我的怀疑是正确的，陈宇一直暗中在调查这起诈骗案。如果他知道赵学伟有份害死父亲，为什么当初我们查这个案子的时候，他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？陈宇去找过胡世坚，肯定从他口中得知周国荣有份欺骗他父亲。我们一直把焦点放在赵学伟为了保护自己杀人灭口，就忽略了陈宇为了报仇去杀周国荣。反正他们2个人都有嫌疑。没错，我们现在要分成2组，一组去调查胡世坚、周国荣还有陈宇5年前的接触，另外一组去调查方若婷还有赵学伟。Yes, ma'am. 妈，什么事啊？姐姐啊，你现在方便来接 Matthew 回家吗？你怎么样了？我感冒了，看过医生，我担心会传染给他。哦，蓝天在家，我叫他过去接 Matthew 吧。他在家吗？我打了好多通电话给他，他都没听啊。一直在家里吗？你不是去上班了吗？怎么又回来？如果你接我的电话，我根本不需要回来。你有打电话回来吗？什么事啊？你是要把工作丢了，这个家给散了，你才甘心呢？你又怎么了？你为了逮捕赵学伟，把全部的东西都丢下不管，连对我跟 Matthew 不闻不问。难道报仇比我跟 Matthew 还要重要吗？我答应过钟正，一定要将赵学伟绳之以法。如果我做不到，我这辈子会不安的。你是我老婆，为什么你就不能体谅我的感受？你这样太自私了。我自私？为了跟一个死去的人立下的约定，你愿意丢下这个家不管？你说什么？死去那个不是普通人，他是我的兄弟。这样下去会疯掉的。够了，我不要跟你吵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好兄弟吗？因为在我有难的时候，你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帮我，甚至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。起来，不就跌倒而已嘛，爬起来，再跑。还记得很多年前我们一起跑马拉松吗？你一直鼓励我，要相信自己。来，喂，没事吧？算了吧，我跑不动，
跑不动。你以前不是常说，只要下定决心，没有你做不到的事吗？那时我还没受伤，才会说出这种天真的话。现在我只是一个膝盖严重受伤，连前线警员都当不了的废人。都是你啦，硬要带一个废人来跑马拉松。因为我想告诉你，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。你现在受伤，就跟你跌倒一样，只是过程的一个小插曲。重要的是，你要有勇气，爬起来，继续跑向终点。我真的能跑向终点吗？你要相信自己。7个小时46分31秒，成功了。7个小时46分31秒。07、46、31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急要你从台湾飞过来。我跟你一样，都想尽快逮捕赵学伟，消灭他的犯罪集团。有了保险箱里的罪证，他这次真的难倒法网了。我终于能够为庄家讨一个公道了。哎，那谁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哎，这个。微笑后的谎，谁在掩盖破绽？爱恨都不敢，当回忆不停向我呼喊。